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无可替代，赵今麦为大勋双强逆袭，全员狠人直戳打工人泪点。之前8000里路云和月收视和口碑的双双大爆，直接坐实了央视选剧眼光毒辣这8个大字。或许是看准了风向，今年就又接二连三的播了好几部不同题材的剧。包括金冠你是迟来的欢喜秋蝉，但却没能延续收视神话，反而各有各的槽点，连带着央视都被观众质疑为什么要乱排播。但无论观众是否买账，央视似乎铁了心要在职场剧这个赛道上继续死磕，于是就有了今天晚上首次播出的《无可替代》。虽然前面几部剧各有各的烂，但对于这个类型还是挺感兴趣，尤其是在看到导演是陈明章，还请了3个咨询顾问之后，信心就更足了。但此时的心也只不过是放下了50%，直到我把2集都看了，才彻底踏实了。央视这次是真的又押对了宝。不知道你们看职场剧最在意什么？反正我最看重的就是不悬浮，那是一种能让人看一眼就能秒回想起打工日常的魔力。无可替代做到了这点。PPT 很老套，但是充满班味的排版，独属于那个行业的 Excel 表格。剧中人物穿着的皱皱巴巴的西装外套，通宵的红血丝，黑眼圈极重的打工人脸，还有桌上空了的3个咖啡杯，每一秒都像是翻开了监控录像。这种真实到有些窒息的场景，代入感瞬间拉满。然后再来说说剧情。女主徐迟赵今麦是一出场就是地狱开局，2本毕业，没背景没资源，从小过着普通的生活，受尽冷眼，领导对她都特别狠。在这种环境下活着的她，心气高，脾气硬，走起路来都是昂首挺胸，充满防备，就是只刺猬。可命运却突然发生了转折，在方案被摔在脸上之后，才得知自己竟然连辩解的资格都没有，而是沦为了一个随时可以被名校生顶替的底层。在深夜加班后，徐迟毅然决然地选择放弃现在脆弱的底子，回到工位上去找自己的破局方法。同事相见没有温情，只有甩锅和一地鸡毛，两者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，他跟这个圈是格格不入。在领导一次次提出让他背锅去为上层获得好处的时候，徐迟再一次选择了硬刚。他最终决定用数据模型重新夺回属于自己应得的尊严。剧情以徐迟的每一次反替代为主轴，讲他的心态变化，让观众看着他如何熬夜改表成功，收获底气、尊重，最终把饭碗握在自己手上，是妥妥的大女主。虽然人设很爽，但真的不好演，过了就显得油腻浮夸，情绪不到，观众又没办法 get 到那种拼命的狠劲。但妙就妙在，女主是由赵今麦来演，她身上自带一股子倔劲儿，眼神中写满了不认输，但同时又透着独属于打工人的脆弱和心酸，演技也游刃有余，挺丝滑。得知方案被骂垃圾的时候，毫不犹豫的抬眼甩数据，把不留情面的傲气和底气体现得淋漓尽致，眼神里没有对强权的畏惧，只有对不公的唾弃。被针对的时候也不慌不忙，先是深吸一口气，浑身都写着我忍了，看着都觉得唯唯诺诺，单纯好欺负。结果反手就当着全场同事对领导公开处刑。当他指出误差率的那一刻，不止张姐难以置信，作为观众的我也瞪大了眼睛。这反击是真的看得人爽翻天，精髓狠狠拿捏。除了女主，其他演员也都贡献出了教科书级别的表演。魏大勋完全就是金狐狸本人，眼镜一推，气质腹黑，斯文，一看就很有范儿，没人比他更合适叶信之这个角色了。强制爱因为心疼爆发的时候，真的气场十足，
一个把人塞进车里的动作说出口，听着都觉得头皮发麻。可转头扯安全带的时候，又是一副细节控模样。还有王元可，真的不得不佩服这些实力派，明明长着一张高管脸，但演起职场霸凌也是入木三分。他这个张姐让人看着都牙痒痒。除了这些配角之外，剧中魏大勋那个推眼镜的动作也好得不得了，把那种算计人心、狐狸嘴脸演的那叫一个活灵活现。都说一部剧好不好看需要几天发酵时间，但我想说真的好剧，2集就可以确定能不能爆了。央视这次是真的押对宝了。